这里是神都洛阳啊，也叫汤都洛阳。一听这个名字，爱喝汤的朋友来这儿准没错啊，保你1个礼拜啊，顿顿喝汤，天天喝汤，汤汤不重样。别的汤先往后放一放，先给你来个8大汤：牛肉汤、羊肉汤、驴肉汤、杂干汤、不翻汤、丸子汤啊、豆腐汤，还有凉粉汤。哎呀，这太多了啊！但是在这些汤里头啊，当地人最喜欢、最爱喝的啥汤呢？就是牛肉汤。现在是早上6点多啊。争取喝个头汤，牛肉汤来。在这儿要。来几碗？多少钱？这个这个最贵都50啊，最便宜8块，来个中间的，来个20。行。啊，这些都可以搭配啊。有烧饼，有锅盔、饼丝。饼丝，来个饼丝，来个这个锅盔。一共多少钱？是。再来个海蛎。我喝啥我？给我来个这个，好，这个我。这就是一套，在这拿汤是吧？好。来大姨，我这是20的。来个甜汤。我这个啥都不要。这么大锅汤，这个味精也不要，然后葱花、香菜、辣椒、盐都不要。让我先尝尝这个甜汤试一试你们这个老吃法。甜汤上的少点一点味精，少放一点味精。少放一点味精提味是吧？对。那给我来点。老五，点一点味精。给我点一点点味精。点一点点啊。好嘞。蒸出去喝啊。行。蒸出去喝。哇，好香啊！找你试试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太烫了。哎呀！当地人都是铁手。就在这儿啊。这个得做几倍？我以为他吃的都谁让你这边上来一个都味样，我这边就是呀。这就是一个套餐，叫洛阳套餐，汤饼还配个汽水，这个海蛎。这海蛎呢，就跟这个西安的冰峰，还有这个北京的北冰洋啊是一回事啊。橘子味汽水。在当地喝这个牛肉汤啊，分甜咸2种。那一般的店就普通一点的，只卖这个咸牛肉汤。这种老店呢就会卖个甜汤。甜汤是啥呢？不是说放糖啊，就是不放盐，然后任何调料都不放。你看我也没放辣椒，也没放什么香菜、葱花啥的。上面有一些油花，这个色泽是金黄的，底下就是肉。哇，肉挺多啊，20块钱。8块钱到50的怎么区分呢？就是这个肉的量的多少啊。其实汤都是一样。
这老吃家才能喝这个甜汤，咱也学着来一来。非常的香。哇，它是啥味儿啊？真的微微发甜，但这个甜啊，不是说糖那种甜啊，就清淡的这种甜味儿。哇，太香了！最原始的这种牛肉汤的香味儿。在当地喝汤就是这么喝，端着碗喝，不用勺。6点钟呢就能喝到头汤7点呢就是喝汤，然后你要到8点那就是喝油了9点10点以后这就是喝水，所以咱得来早一点当地这老吃家就是越喝这口味是越淡，基本上这老人家都喝这种甜汤。这个肉切的是比较薄的，泡在这个汤里边看着就香。入口这个肉是有一点嚼头的，这个肉也没放盐，你看奇怪吧？煮这个肉呢，就拿这个汤煮的，一点盐都没有。你看它这里给你放的盐，就需要自己添加，好香。你看6点钟来喝这个头汤，你能喝到是原汤。啥叫原汤呢？你看这个汤里头比较浑浊，比较浓。这个汤呢，就是一次性熬出来的，没有兑水。就比如说我一次性把水加够，然后咕嘟咕嘟熬几个小时，这就叫原汤。你再过一会儿，过个几点，人一多比如说到10点钟，这汤不够了，或许有的店就会兑水进去，那个就淡了，就不叫原汤了。喝2口就得了咱可以去再加点汤，然后加这个辣椒香菜葱花。为啥可以再加汤呢？而且加汤不排队这就是老的传统。在洛阳任何一家这个汤馆汤店都是免费加汤，无限畅饮。为啥说无限畅饮呢？就是以前的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。那最早的时候物质匮乏，那大家这个生活拮据，那来的时候都自己带的干粮。比如说我自己带这个饼自己带锅盔，到这儿呢就打碗汤。有时候这汤喝完了，这饼还在呢。这饼好家伙，你看，这能把人噎死，没法吃。所以说呢，这老板就管饱你再添点汤，然后再把这个饼往里一泡，就吃完了以前人估计饭量也大，加汤。这一碗咸汤一下子就有食欲了。牛油、辣椒、葱花、香菜一放，又给你添了些汤哎呀，一看这个颜值你喝啥甜汤？还得来这，盐得自己加一点盐都没有。调一调，拌一拌，好吃咱也看得见。辣椒味好冲。哎呀，这才是我要的感觉辣椒一放就不一样了，再来点盐。这一加辣椒，这红乎的，你看这肉都香，看。哇，你这么再喝辣椒的这种辣味、香味、葱花、香菜和这个汤融为一体，融会贯通，这个感觉，就是说，咱一会儿喝完还得再加一碗。先泡点这个锅盔进去，哎呀，真硬哎呀，又薄又硬。这锅盔你看多瓷实。为啥要这么硬呢？就是如果不硬的话，泡进去一下就浓了，就泡发了。这样子泡一会儿，吃的还有嚼头。这好家伙，哎呀！你再看这，是不是一下食欲就来了？哇，好吃！
有肉有馍有汤，这典型的中原吃法。除了锅盔啊，这个饼丝是一定是必备的。哇，哎呀，往这一泡，这感觉你看跟面条一样。你看这个饼啊，感觉是死面烙出来的，就比较筋道。哇，绝！我觉得还是这个饼丝好吃，那全泡进去，搅一搅。到这儿吧。这个饼丝啊，非常有韧性，咬起来筋筋的，口感太棒了。就一口下去有点噎，怪不得这是套餐啊。喝汤对于洛阳人有多重要呢？在街上打招呼，比如说一大早，互相邻居就会问啊，恁喝汤了没？那啥意思？就是问你吃饭了没？你看这个汤啊，就相当于饭一样。这个时候你要回答，我还没喝，我还没喝。然后对方这个邻居啊，就非常热情的跟你说，你没喝都没喝吧？咋？你还想着这邻居邀请你到他家喝汤？你想的还怪美，你还怪精嘞。我看当地人喝汤，基本上就是选那个8块钱的。当一个外地人来到这儿选择8块钱的汤的时候啊，那你就融入洛阳了。都掰了。它下场雨，有些晚会也有几吨，有的晚会有的疙瘩开不开。你看这都是碗的，它开不开。小骨头哈。啊，那些都是开的。哎。行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那这个时候来到洛阳，还能看得到牡丹啊。再晚几天啊，再过一段时间就没了。那现在呢，也是晚花期啊。那大家一想到牡丹啊，就会想到洛阳；一想到洛阳呢，也会想到牡丹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洛阳这个牡丹啊，非常的有名，历史悠久。其实这个花啊，最早记录在古籍当中啊，它是一个药材啊，是药用价值的。在洛阳当地呢，种植这个牡丹的历史呢非常的长，在隋朝时候就有了。那规模最大最鼎盛呢是在唐代，到了宋朝的时候是最有名，可以说是闻名天下。你看这个花特别有意思啊，从古至今啊，不仅是什么皇家贵族、文人墨客啊，还有咱这普通老百姓啊，都喜欢这个花。你看，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啊，谁看谁觉得都好看。
哎，大姨，这个千年牡丹王在哪？牡丹王。那不是跟着，那都没事。哦，那是牡丹王啊。哎。啊，看看。现在这花都好多都谢了。啊，今年吧败真早，你看了，没2天都败。下雨下的。也不知道咋着，你看了，没2天都没有开季了时间。来晚了。你看了，把它换回来了。哦，就这，找了半天才找着千年牡丹王啊！为啥难找呢？人家这不开花的牡丹啊，还是王。但是你别小看这个千年牡丹王，真的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据说呢，当年武则天啊，应该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啊，打卡拍照。我估摸着当时那个姿势啊，或许是这样子吧。啊，牡丹，百花丛中最鲜艳。啥？你还不信？恁要不相信呀，恁就朝这儿看啊！你看这个花，它看起来真显眼，它里外都一样，它看着还不一般啊，反正是上上下下的看着都好看。哎，这陕西话都出来了啊！我在这胡编蛋。